粉成雪，照亮明月，繁花谢，才叫做深夜。伴着三生草，白露是荒野。青丝一杯尘肃然，唯白发不减。往事似浮云常过眼，那一朵香当时笑颜，映在我梦里的世界。酒一杯，江河流日夜，人自寂寞，只剩了一片。歌无限，寂寞却不绝，一生不觉，问三生是否才能。娘，当初我答应你嫁给易连凯，就全当是自己已经死了，再无半分喜怒哀乐。可是没想到，易连凯竟然是这样的人。更没想到，李王平会回来。我把2个男人都拉入了危险之中。如果我放弃，你会怪我吗？少帅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先生住的可还习惯？这里比我当时在学校里住的地方好太多了。那就好。老三呢，最近总领商务，事情会很多，他的副官没这么好做。三公子对我特别照顾，平日里工作我都应付得来。果然不愧是东洋陆军学校的第1名，真的是名不虚传呢。学校里学的再好，也只是纸上谈兵，远不及少帅的真枪实弹。看来潘先生果然是好学生，连钢笔都这么特别。少帅的确是好眼力啊，这支笔的确有些来历。什么来历？这支笔出自于东洋陆军士官学校，学校特制的，奖励给优秀学生。这支笔对我来说有非常大的纪念价值，所以我一直随身携带着。原来如此。如果少帅喜欢，我可以托朋友从东洋带几支给您。那倒不必，我只不过是看着新鲜，随口一问罢了。你好，邓小姐，我姓范，是孙小姐推荐我来的。你好，范小姐，师姐说你是她很好的朋友，所以不用跟我客气。一看邓小姐，就是受过西方教育思想熏陶的新女性。前些日子，我跟孙小姐打听刘洋的事情，她第一个就想起了你，说是让我一定要过来拜访你。今日一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师姐她言过其实了。
玉林不过是在美利坚读过几年书。范小姐如果想听什么国外趣事，我倒是有一大堆可以讲给你听。年少时，我曾经和我的丈夫流洋欧洲，在那儿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。我这次来就是特别想打听一下，如今出国流洋的事情。范小姐曾经去的是欧洲哪个国家？曾经在法兰西住过几年。原来是这样。这几年，世界的形势变化很大。就拿欧洲来说，人们还没有完全从战争的阴影当中走出来，很多国家的人都消沉，没有生气，反而是美利坚在这一战当中得了便宜。不管是军事、政治、科学、文化，这几年都有活跃的气象。范小姐想出国，不知道是想定居还是旅行。我只是在家里待着难受，想找个地方避开一下。我明白，笼子砌得再好看，可毕竟还是笼子。旧式家庭对女人的束缚太多了，女人在里面虽然衣食无忧，但不得不仰人鼻息，慢慢就失了心性。范小姐既然去过欧洲，沐浴过自由的空气，想必更是难熬。邓小姐说的，我深有体会。范小姐，如果此行能成功，我想你在国外一定能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我愿意帮你。二少奶奶，今天天热，二少爷回来没见着您，特意交代我们煮了绿豆汤，现在在厨房就等着您。大帅呢？他在屋里。父亲。烟云，找我什么事？父亲，烟云有个不情之请。我想去留洋，或者回到大学教书。说到底，你还是要离开易家。我以为父亲会责备我。烟云啊，你是范先生的女儿，我从小看着你长大，你想什么，我怎么会不明白？既然明白，又怎会责备你？烟云啊，既然你叫我父亲，那么今天我不是什么江左易大帅，而是一个知天命的老人。你也不是易家的二少奶奶，而是我的女儿。撇开这些道理，咱们父女俩好好说说话。范先生这一辈子把自己放在局中，江左这盘大棋看起来下得有声有色，可是总有些棋子是由不得我们的。这个家因为你的牺牲才维系了表面上的平静，如今你若是要走，这个家也该散了。父亲既然知道我的事情，当初你和老二新婚不久，就急着替你爹办学校。老二在军中，你又忙着学校的事务。两人聚少离多，你却从无怨言。外人赞你识大体，可是我这个父亲，就算再愚钝，也能看得出，这只不过是你的借口。
你只是不喜欢老二，能躲一天是一天吧。整个易家对不起你，老三眼下辜负了你的一片心意。可是孩子，咱们都走到现在这一步，如今我恳求你多留一年，就1年。你仔细看看老二这个人，看看他是不是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。如果到时候你还是要走，我答应你，我会亲自安排送你去法国，重新开始。父亲，您觉得这样下去好吗？我这辈子有过很多女人，看上去各有各的不同。其实看得多了，自然知道她们心里面在想什么。感情就好比酿酒，粮食和水本来是不相干，可是经过时间的发酵，一样可以满纸醇香。重要的是耐心的等候。可是粮食和水混杂了别的东西，不明不白的混在一起，这酒就容易变成醋。以前三弟不在，就算水里有什么杂质，天长日久也能沉积得下来。可是如今，他们朝夕相见，有些情，不免会被再次牵动起来。这感情，又怎么能沉积得下来呢？这样，得想法子让老三先离开一阵子。你去把老二、老三叫过来，说我有事要找他们。三少奶奶，爹，您找我？快坐下。今日叫你们来，是因为范先生的丧事，虽然办完了，但由于丧事浮现出来的一些问题，却还没完。父亲的意思是，杀害岳父的凶手还是田梦辉？这两件事情，在你那边是一件事情，你尽管去办吧。
有了结果，报上来就是。是。现在倒是有一桩不起眼的小事，眼下还得花点心思。第一谋是遇刺，世人看到的多是我们一家重情重义，但有人看到的却是一家病了。那日烟云给他爹点主，你们觉得最合适的人选是谁？爹说的这个，自然是雍南程家的老状元。那天我心急，还差点直接去请来。那后来怎么又没去？老状元托病，没有答应我们。好一个托病！老状元才德高雅，威望素著，与我们一家素来亲善。当日烟云提出点主，并非有意刁难。老状元是县城摆着的人，他走这一趟，面子里子都占尽了。这么顺理成章的事，他居然没有来。爹，老状元自然是德高望重，可是眼下这时局变化，到底有多少人能买他的账，也是个未知数。老状元弃官从商，如今是财商界的领袖，手里抓着的是钱袋子、米袋子。他不来，所有人都会怀疑我们分裂了，失去了经济的支持，行军打仗、治理地方就失去了基础。所以老状元的病，就是咱们一家的病。这病不重，但是如果不治，就会要命。既然老状元病了，那我们自然得去探望啊。大哥说的对，不如我贤父在家，就索性直接去趟雍南吧。你岳父刚走，你还是多陪陪烟云。这2年你们聚少离多，这次回来也是个机会。这些年，老三倒是跟商界的人混得熟，让他去吧。是，兰坡听从父亲的安排。三儿，你看谁来了？三儿，我的大律师啊，怎么有空过来看我这个旧时妇女啊？我不来怎么解救你啊？钟妈，端一碗绿豆沙过来。啊，好。哎呀，你看你热的。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小媳妇儿了？坐。看什么呢？哎呀，看着玩的。三儿，我想问你件事儿。你二嫂是不是姓范？是啊。那就对了。前2天她托人来找我，说她想留洋去。哦。你知道这件事吗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范先生的事伤心，想出去待一阵子吧。看着不像，他的样子看起来好多心事。毕竟是留过洋的人，才会有这份勇气来挣脱这个大牢。玉林，也许有一天，我也会这样的。多少年没有这样了？父母在，不远游。兰坡不孝，这些年没有在父亲身边照顾父亲。你自是有你的选择。我知道这些年，你受了不少委屈。兰坡没有委屈，兰坡明白，只要一家好，兰坡就好；一家不好，兰坡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没有了依靠，想要飞也飞不起来。坐。是。以前我带你们去河里洗澡，老大那个时候才几岁，就懂得安排人手，上下照应。老二则一刻不离身地跟在我后面，碰到水深水急的地方，跟着的人怕有闪失，总是想帮他一把。
他眼都没眨过一下，跟着我就走。二哥是卓伦之才，从小就胆识过人。斗虫于鸣，人的本性是改不了了。虽然老大身体不好，可是心智不废。老二这些年执掌军权，走的也是我的老路。大哥二哥一文一武，光耀我们一家门楣，这是爹的福气啊。那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吗？兰坡从小顽劣，想必那个时候多半是调皮去了。若真的是顽劣，倒也是福分呢。他们都说我最疼的人是你，总是想把你留在身边，可是一转眼你就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他们慌着去找你，你却不知道在哪里摸到鱼来，在岸边慢慢的烤。等到我们上岸，鱼的香味儿都已经出来了。爹，您怎么突然想起这些旧事啊？子为仲弓曰：“犁牛之子兴且角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。”人的天性只有天注定，许多事躲是躲不了的。世间上的事就是这样，世人看咱们一家势大，觉得是铜墙铁壁，可是他们又怎么能看得到那内里的裂隙？这些裂隙终究是祸患。爹，这些年未能在您身边替您分忧，是兰坡的不孝。我老了，身体大不如从前，以后的路你们要多帮我走走。爹，您要兰坡做什么，兰坡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做。眼前就是老状元的寿辰，到时候宾客满门，各有各的心思。可是这些人不管起了什么心思并不重要，关键是老状元的心思。兰坡明白。老状元若起了别的心思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邓小姐走了。嗯，刚送她出去。她能来常陪陪你也挺好。玉林说，二嫂要留洋去。二嫂心性坚强，她肯定有她自己的想法。兰坡，是我拉你进了这趟浑水。如果你对二嫂还有情的话，我愿意成全你们。秦桑啊，秦桑，我倒是特别想知道，你的心到底是怎么长的？不是派老三去雍南吗？怎么换成你了？我们不去雍南。我们？对，我们。这几年呢，我一直在军中，身不由己，也没有什么时间好好陪你。刚好父亲停了我的职，放了我的假，倒是给了我大把的时间。你不是想去办学吗？我陪你一起去。那怎么行？现在局势这么紧张，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啊？我怎么不能说走就走啊？如果不是大哥受伤，这扶军少帅的位置怎么可能轮到我来做呢？而我的人生也不可能像今天这个样子。颜允，其实在我心里面，我只想能每天陪着你就够了。
陪着你走一走你喜欢的地方，陪着你看一看你喜欢的风景。如果某一天你喜欢上了某个地方，走累了，那咱们就停下来。采菊东篱下，寄情山水中。只要看着你开开心心的，我就别无他求了。对了，咱们还得生几个宝宝，然后他们像你小时候一样调皮，像你小时候一样可爱。咱们一家人快快乐乐的过日子，多好啊！你竟然这么想？我当然这么想，而且一直以来，这才是我真实的想法。你想想看，从小到大，大哥一直被社会各界所看好，老三呢，又深得父亲宠爱。其实我这个二少爷，是最轻松、最没事的人。小的时候啊，你老胡闹、调皮、闯祸，我呢，怕你伤着自己，所以就总对你凶，反倒是让你怕了我。再后来呢，我就想，随便吧，玩就玩，闹就闹，就算闯了天大的祸，我帮你扛着。等等。你也来。云溪，我不会走的。闵小姐找我什么事？三少，听说你要去雍南，能不能把红玉带上？对，闵小姐要不说，我都忘了你是雍南人了。回故乡你可以随时回去，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回？近乡情更切，红玉身份卑微，回去的话怕同乡看不起。但如果有三少爷在身边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难道闵小姐在家乡还有一段未了却的情缘吗？这人间有哪一件事离得开一个情字呢？没错呀。好看吗？想不到你这种无聊的人还看这种爱情故事啊！谁跟你说无聊的人就不懂得浪漫了？你大白天的不出去办事，跑过来干什么？
哎呀，既然生活都已经这么无聊了，不如我们一起去趟雍南怎么样？去那儿干什么？小时候陪我娘去过，那片花田特别好看。程家的名手为我娘织锦时，我娘就坐在那片花田里。不知道那片花田现在还在不在了。少奶奶，不要叫我少奶奶。小桑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可以选择不回答我。只要你问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若是当年的那片花田还在，你还愿意等吗？我会等，直到你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有一个机会，你敢不敢跟我走？小桑，易连凯是何等精明，我们得好好计划一下。你若是敢，就到雍南，去老庄园家门口的花田放风筝。我看到风筝，自然会去找你。爹，什么事？孩儿想为爹推荐一个人。为什么要推荐？有沟壑，舍得命。此人名叫潘建池，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第1名毕业，深谙战法，枪法极好。上次儿子被绑架的时候，潘先生舍命救了我一次。潘建池，就是你叫高佩德救出来的那个天盟会的人。正是。我身边缺人，这你是知道的。但是要谁，还得仔细思量。你把他带过来，亲自看看，再做定夺。是。大帅，老三一向散淡，极少上心为我推荐。潘先生，你还是第一个。是三公子抬爱了。昌业重地被李重年包围，怎么解？不用解。为什么？这地图是5年前天盟会讨伐复辟用的地图，如今自然没有什么危机。哼，看来潘副官熟读战史，能知过去。可是，能知未来，才是真本事。潘某无法预知未来，只知现在，但是知道现在，便可左右未来。有点意思。那我再考考你，如何消灭李重年？要灭李重年易如反掌，可易帅是故意不灭。何出此言？江左有5省，李重年以1省之力与4省争雄，但是消耗一项，就绝无胜算。李重年不灭，不是因为李重年太强，而是易帅太强。您之所以留着李重年，是要给自己一个借口，
一个置江左与天下大事之外的借口。潘先生，你可知道你说这番话会有什么后果吗？如果是在半年之前，我当着大帅说这些话，恐怕已经被枪决了。可如今我说，应该没有大碍。为什么？范先生死了，江左需要新的文旦。好像从我记事开始啊，父亲就把我送到军营去锻炼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已经很久没有在家待过这么长的时间了。从小到大，都没这么想过。燕云，你知道吗？从小我就羡慕父亲，崇拜父亲，总是梦想着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像他一样的大英雄。我知道啊。那你知道我第二个梦想是什么吗？就是娶你为妻。我们不早就已经是夫妻了吗？是啊，我们早就已经是夫妻了。可是呢，我原以为只有我接替了父亲在江左的军务，拥有像父亲一样的才干，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大英雄，才有资格娶你。小的时候呢，我就喜欢偷偷地看着你，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，我就舍不得用，就想第一时间送到你那儿去。哪怕你们女生对那些东西其实并不太感兴趣。后来我就一直带兵打仗，我就想着，这么下去，总有一天我会成为江左的大英雄。如果敌人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用枪顶在我的脑袋上，我是万万都不会怕的。可是如果他们挟持了你，来威胁我，我肯定立刻就缴枪投降了。总之啊，我就是希望我用我的命换来的一切全都献给你。所以燕云，我希望你可以支持我，好吗？小桑，正好有件事情要告诉你，潘先生就要被爹重用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以我对爹的了解，潘先生一定会被重用的。多谢三公子提拔。那恭喜潘先生了。潘先生大智大勇，受重用也是应该的。不过大智倒是容易，大勇可就难了。有潘先生之勇，哪里都可以去得了。潘先生，飞黄腾达的日子指日可待了。多谢三公子赞赏。兰坡，我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我陪你回去。潘先生，不送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机会，你敢不敢跟我走？如果你敢，就到雍南，去老状元家门口的花田放风筝。我看到风筝，自然会去找你。我头有些疼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那你早点休息。
干嘛？我就是想试试，如果我亲这儿的话，你头会不会不疼？这些情话，你还是说给爱听的人去听吧。我偏要对你说，不仅要说，我还要试。如果我亲在你眼睛上的话，他是不是就不会流泪了？早点休息吧，过几天我们就要去雍南了。桑儿，你有根白头发，我帮你拔了吧。不用了。人言头上发，总像愁中白。什么白不白头的呢？我不懂。可我知道，我们桑儿现在正值妙龄，是时候该考虑是否要个孩子了。净说这些丧气的话。哀伤呢，都是富贵病。但凡你能对自己宽慰些呀，你和少爷肯定能恩爱多点儿。朱妈，我不想听你提他。那怎么能不提呢？他可是你丈夫啊。其实在我看来呢，这次姑爷带你去雍南是个大好的机会，你们夫妻可以重修旧好，到回来的时候早点有个孩子。桑儿，你可得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啊。够了。太太走的时候呢，我答应过她好好的照顾你。你嫁过来这么长时间了，再不生子，说不过去了。相信我一次好吗？就当听你死去娘亲的话，生个孩子吧，这样姑爷心也能收回来一些。随风飘零，像是藏不尽的藏经。爱情不过是一场输赢，天下为你一人无情。你的心化作约定，像是听不见的驼铃，到头来都是羁绊人心，前世今生翻涌不停。我锁你锁心，锁不住梦醒，一生不定天涯无垠。我放你放弃，放不出决定，来世再浮生安心。天不平，远近的空气，到不了你的骨体。爱与恨不断在敲醒，锁不住的宿命。我锁你锁心，锁不住梦醒，一生不定天涯无垠。我放你放弃，放不出决定，来世再